给工地上100多个建筑工人订餐时，我震惊地发现合作了1年的富贵饭庄的老板把我拉黑了。我点开饭店老板高金花的朋友圈，发现他的背景换成了一辆崭新的豪车，配文是感谢金主爸爸给的大单，终于可以甩掉那些鸡毛蒜皮的小单了。短短几行字却让我胸口涌起一股寒意，从头冷到脚。1年前，高金花还是个带着孩子卖盒饭的小摊贩，是我见他可怜，把几10万的订单给了他。当时他说我是他的大恩人，现在我却成了他急需甩掉的鸡毛蒜皮。气愤之余，我直接删掉了高金花的微信，转头把我们工地1年几10万的订单给了当初被高金花扫地出门的学徒小石头。石头兄弟，500人的高端晚宴能做吗？我只是一个被富贵饭庄开除的小学徒，刚开了这个小饭店，一单生意都没有。你真的相信我？我当然是有条件的。闻言，石头的神情一暗，我准备给100多个建筑工人在你的老实人饭庄订餐，如果1个月后你能让他们满意，我就把这个高端晚宴交给你。石头还没说话，一声嗤笑却突兀的响起。高金花不知什么时候来到老实人饭庄，听到了我和石头的对话，脸上满是嘲讽。我知道我接了个高端晚宴的大单，不再给那些建筑工人送餐，你心里恨我，但你也不能欺骗别人，你就是个没出息的小项目经理，还高端晚宴，真恶心。高金花，人不能忘本，没有你嘴里鸡毛蒜皮的小单，哪有你的富贵饭庄？胡说，我能赚到钱是因为我天生富贵命。小时候有个大师给我看过面相，说我可以大富大贵，要不是你的小订单耽误了我，我早就飞黄腾达变成上等人了。我不愿再和高金花多费口舌，转头问石头：考虑好了吗？这个几10万的小单接吗？我接。陈经理，你真是个好人，你们的订单就是我的救命稻草，就算没有什么高端晚宴，我也绝对把工人们的饭给做好。不就是些工人，用得着费这么多心思？他们根本用不着吃好的饭菜，买点馒头咸菜就够了。不像我要接待的上流人士，什么食材都要顶级的。我听说顶级食材都要提前预定的，像神户牛肉、波士顿龙虾还要空运。你既然接了这个大单，还不赶紧去买食材？还是说你已经把客户给的定金变成豪车的首付了？我花了又怎样？我的客户陈总可是富二代，不是你这种抠搜的小经理。只要我跟他说一声，他一定会预付餐费给我买食材。我听了不由冷笑。高金花曾经拿我付的几10万餐费买了奢侈品，等没钱买菜又来找我哭诉，我一时心软预支了餐费给他。可这一次他不会再遇到心软的神了。我没再跟高金花废话，和石头签好合同后就回了工。下午工人们刚下工，石头就踩着点来送餐了。3轮车上装着几个盖得严严实实的大保温箱，对比之前高金花来送餐时只随便用2个烂筐装盒饭，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对石头的好感瞬间又多了几分。盒饭被打开后，现场的工人们顿时一阵惊呼。饭盒里摆着冒尖的2荤2素，红烧肉色泽鲜艳，炖排骨香味诱人，还有番茄炒蛋和清炒时蔬。而以前高金花送餐时都是1荤2素，每样菜只有2勺，工人们常抱怨吃不饱。这伙食也太好了吧！这红烧肉肥而不腻，真好吃。那个菜里的鸡蛋颜色金黄，用的可是正宗的土鸡蛋，排骨炖得软烂入味，简直跟我妈做的一样好吃。陈经理，要不我们还是吃之前那家？石头送来的盒饭新鲜又美味，比高金花送的高了好几个档次。听到张哥的话，我有些诧异，但还是耐心询问：为什么？是这家哪里做的不好吗？你别误会，这家的菜比之前那个富贵饭庄做的好多了，就是不便宜吧？我们还是吃之前那家吧。我顿时明白他的意思，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他：你放心，兄弟们赚钱不容易，这家老实人饭庄比之前那家还便宜2块钱呢。而且你们要是吃不饱，可以找我免费续米饭。听到这话，工人们才放下心，脸上满是满足和喜悦。陈经理，你这人最重感情，怎么把原来的富贵饭庄换掉了？人家现在要做高端晚宴的大单了，瞧不上咱们的小单子。高金花这个娘们也太不地道了，真是端起碗吃饭，放下筷子骂娘。我叫几个兄弟去教训他。眼见工人们要跟着张哥去教训高金花，我忙拉住张哥，在他耳边小声说了几句话。张哥顿时眼前一亮，竖起大拇指：这实在是太高了，还是你们读书人心眼多。我来送餐的时候，看到几个放高利贷的进了富贵饭庄，听说高金花要把饭庄和新车都抵押了。看来高金花的金主爸爸并没有给他预支餐费，他只能借钱去预定那些昂贵的食材。高金花的报应就要到了，我等着看他血本无归，倾家荡产。1个月的时间很快过去，石头的饭菜获得了工人们的一致好评。我正要去和他商量高端晚宴的事，却见对面的富贵饭庄门外摆满了昂贵的食材。原来今天也是高金花食材验收的日子。李秘书，你看食材要是没什么问题，第2笔款是不是该付了？给高老板打款吧。等等，不如再看看下面那些。高金花闻言脸色大变，下意识伸开胳膊挡在食材前。我们高端晚宴的事，轮得到你一个小项目经理插嘴吗？识相的赶紧走开。李秘书却看了看我，沉思片刻后点了点头。高金花还想阻拦，被李秘书的手下一把推开，恰好撞到装满食材的筐上，几筐食材被打翻在地。本来被盖在底层的食材就这样猝不及防暴露在众人面前。长满虫眼和烂菜叶子的蔬菜，颜色发黄发硬的生肉，已经腐烂散发着淡淡臭味的海鲜，竟都是些上不了台面的劣质食材。高老板，这就是你说的顶级食材？不是的，
李秘书，你听我解释，这些是下人搞错了，我马上换。事到如今，他还在狡辩，可他慌乱的眼神和颤抖的声音早已出卖了他。拿什么换？拿你的良心换吗？我们陈总最恨的就是弄虚作假、以次充好的人。李秘书，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借了高利贷才凑够钱买这些食材，要是这单黄了，我会死的。我们走，从此以后拉黑这家饭庄，我们集团旗下所有子公司永远不和这个叫高金花的人合作。听到这话，高金花瘫软在地，彻底傻了。沉默，都是你，是你害我，你这个扫把星，我跟你拼了。高金花，我早就说过，人不能忘本，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你给我等着，我不会放过你的，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把他交给警察吧，商业欺诈够他喝一壶了。我不再看他，转身走向对面的老实人饭庄，身后高金花的咒骂声渐渐变成了绝望的哭嚎。解决了高金花，我心情舒畅的和石头商量高端晚宴的细节。陈经理，您放心，我一定拿出12分的精神，把这个晚宴办得漂漂亮亮的，绝对不给您丢脸。我相信你，你先把菜单写一份，食材方面不用担心，钱不够我先垫付。陈经理，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我这辈子给您做牛做马都报答不了您的恩情。好好干，你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几天后，我照常去工地巡视，却发现气氛不对劲。以往吃饭时热热闹闹的工人们，今天一个个都皱着眉头，看着手机唉声叹气。陈经理，您来了。张哥，出什么事了？大家怎么都不吃饭？陈经理，您快看手机，那个高金花在网上胡说八道。各位好心的网友，请大家帮我评评理。我一个单亲妈妈带着孩子开饭店，就因为拒绝了一个黑心项目经理的无理要求，他就串通富二代，用一个假订单骗我借了高利贷，现在我血本无归，还被他找人打成这样，天理何在啊？视频下面是无数不明真相的网友在骂我，甚至有人已经人肉出了我的姓名和档案。热度最高的一条评论是：这种黑心工头就该下地狱。这个毒妇太不是东西了。陈经理，我们去网上帮你澄清。没用的，现在网友情绪上头，我们说什么他们都不会信。高金花这一招问人先告状确实很毒，他想利用网络舆论毁了我。张哥，先让兄弟们别冲动，这件事我来处理。我看着手机上不断跳出来的辱骂信息，眼神越来越冷。高金花，你以为躲在网线后面当键盘侠就安全了吗？你太天真了。我正想着怎么反击，李秘书的电话就打了过来，语气前所未有的凝重。陈少出事了，您看公司内部论坛。李秘书的电话让我心头一沉，我点开公司内部论坛，一个刺眼的帖子瞬间占据了我的视线。发帖人是匿名的，但内容和高金花视频里说的大同小异，只是添油加醋的描写了更多细节，把我塑造成了一个卑鄙无耻的小人。李秘书，查一下这个匿名发帖人的 IP 地址，另外帮我约一下我们法务部的王牌律师。明白。另外还有一件事，高金花背后好像有我们对家公司王氏集团的影子。王氏集团？是的，我们查到给高金花出主意拍视频在网上买水军的，正是王氏集团董事长的儿子王少光。上学时就跟我处处作对，进了社会，他家的王氏集团又处处跟我们家公司竞争，没想到他竟然跟高金花搅和到了一起。我这招舆论战怎么样？陈默估计已经焦头烂额了吧？王少您真是神机妙算，比那个姓陈的强100倍，他就是个泥腿子，怎么跟您比？那是等他被公司开除，我看他还怎么嚣张。到时候你不仅能东山再起，我还能让你开的饭店成为我们王氏集团的独家供应商。谢谢王少，真是太感谢你了。高金花和王少光看到我，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王少，高老板聊得挺开心啊，不介意我们拼个桌吧？陈默，你还敢出来？我以为你现在应该躲在家里哭呢。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我不仅知道你们在这儿，还知道你们干了什么好事。忘了给你们介绍，这位是我们公司法务部的首席律师张律师。听到首席律师4个字，高金花的腿明显开始发抖。诽谤造谣侵害名誉权，证据我们都收集齐了。高金花、王少光准备接法院的传票吧。陈默，你疯了？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敢告我？我当然知道你是谁，王氏集团的公子哥，一个只会躲在背后使阴招的东西。王少，他有证据，我们怎么办？怕什么？他能有什么证据？网上的是谁说的清？我们不仅有您联系水军公司支付费用的银行流水记录，还有您和高女士密谋策划此事的完整录音。另外，您在公司内部论坛匿名发帖的 IP 地址也已经被我们锁定了。跟我们家的法务部撒谎，王少光还嫩了点。王少光，现在我们有2个选择，一是法庭上见，到时候你和你家王氏集团的光辉事迹恐怕就要上财经头条了。那第2个选择呢？第2个选择，你立刻马上用你的实名账号在全网发布道歉声明，澄清事实，并且赔偿我的名誉损失费。至于赔多少，就把你承诺给高老板的好处双倍给我吧。什么？那可是1000万！陈默，你敲诈！你可以选择第1条。张律师，我们走，发律师函。陈哥，我错了，我道歉，我赔钱，我马上转给你。求您高抬贵手，千万别告诉我爸。我知道王少光最怕的就是他那个严厉的父亲，这点钱对他来说是小事，但要是被他爸知道他用这么蠢的方法对付竞争对手，还被人抓住了把柄，非得打断他的腿不可。
王少，你不能不管我啊，是你让我干的呀。滚开，疯婆子！谁认识你？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石头打来的，声音焦急万分。陈经理不好了，您快来，我们的晚宴出大事了！我火速赶到老实人饭庄，一进后厨就看到一片狼藉，高端晚宴就在今晚，现在出了这种事，简直是釜底抽薪。怎么回事？陈经理，他们是卫生监督所的，说接到举报，我们后厨卫生不达标，食材有问题，要查封我们。你就是饭店负责人，我们接到群众实名举报，说你们使用过期食材，后厨环境脏乱差。经过初步检查，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垃圾桶没有加盖不符合规定。这是我们刚备完菜，还没来得及倒啊，我们平时都盖盖子的。还有这个调料开封后没有密封保存，根据规定，我们要对你们的饭店进行停业整顿，所有食材暂时封存，等待进一步检验。停业整顿？今天我们有重要的晚宴，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你们现在说停就停？我们是按规定办事，食品安全无小事。我看着这俩人吹毛求疵的样子，立刻明白，这又是冲着我来的。李秘书，帮我接一下，是卫生监督局的张局长，就说他侄子陈默，请他帮个忙。我那个当副市长的舅舅，正好分管卫生和食品安全这一块，这个张局长没少往我舅舅家跑。陈先生，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误会？我倒想听听是什么误会。他手忙脚乱地接起电话，刚听了一句，脸色就变得比纸还白。他对着电话不停地哈腰点头。是，张局，我明白了，我马上处理。陈少，我有眼不识泰山，是我糊涂，求您大人有大量，饶了我们这一次吧。我们也是被人指使的。被人指使？说吧，是谁？是富贵饭庄那个老板高金花，他给了我们1人5000块钱，让我们搅黄你们今晚的晚宴。他说他认识王氏集团的王少光，我们才……王少光？他没告诉你们王少光现在自身都难保了吗？这我们不知道啊。行了，你们可以走了。今天的事我可以不追究，但是如果再有下次，或者今天晚宴的事情有半个字泄露出去，你们就自己去跟张局长解释吧。是，我们保证守口如瓶。谢谢陈少。看到他们离开，石头长长的舒了一口气。陈经理，刚刚真是吓死我了，幸好有您在。您到底是什么人啊？连张局长都……别多想，我只是个普通的小项目经理，赶紧准备吧，晚宴可不能出岔子。您放心，我一定让所有客人满意。晚宴如期举行，到场的都是我们集团重要的合作伙伴，每一个都身价不菲。我换上了一身正装，观察着现场的情况。李秘书，你们这次找的厨师可以，这道佛跳墙火候十足，味道鲜美，比5星级酒店的还正宗。这道龙井虾仁好吃，茶香清雅，绝对是大师水准。各位谬赞，是我们陈总慧眼识珠，发掘了这位民间高手。听到客人们的赞美，我在角落里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可就在这时，宴会厅的大门突然被人一脚踹开。高端晚宴，上流人士，你们都被骗了。给你们做菜的厨子就是个被我开除的垃圾，而组织这场宴会的就是那个穿着服务员衣服的穷鬼。你们这些有钱人是不是觉得很可笑？被一个工地上的小破经理耍得团团转。谁是陈默？欠我们高老板的钱，今天该还了，连本带利500万，少1分，今天谁都别想走。怎么回事？陈总的宴会怎么会混进来这种人？那个女人说的是真的吗？这场宴会是那个小经理办的。李秘书，这是怎么回事？李秘书脸色一沉，立刻对旁边的保安使了个眼色。几个保安刚要上前，就被那几个纹身壮汉拦住了。别动，谁敢上来？我这棍子可不长眼。高金花这是被高利贷逼得走投无路，又被我断了卫生局那边的路，彻底疯了。他这是想在我的场子上把事情闹大，让我彻底身败名裂。陈默，你不是能耐吗？你不是认识大人物吗？现在怎么不说话了？你个穷鬼装什么样？还高端晚宴，你付得起钱吗？我缓缓从人群的角落里走出来，脸上没有任何表情。高金花，看来给你的教训还不够。教训？现在该接受教训的是你。大家快看啊，就是他，穿的人模狗样，其实就是个穷酸工头。他今天请大家吃饭，明天就得去要饭。不许你侮辱陈经理，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女人！小学徒也来护主了？怎么，你的主子给你骨头啃了？我告诉你们，他连给工人订餐的钱都要克扣。你们今天吃的指不定是什么地沟油做的。高金花的话极其恶毒，瞬间就让在场的宾客脸色大变。他们看向桌上精美菜肴的眼神，都带上了一丝怀疑和恶心。各位，说完了吗？说完了又怎么样？你今天不拿出500万，休想收场。500万是吗？好，不过在给钱之前，我想先让大家看一段有趣的视频。我按下了手机的播放键，把它连接到了宴会厅的巨型投影上。下一秒，高金花跪在地上求饶的画面清晰地出现在所有人面前。李秘书，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借了高利贷才凑够钱买这些食材，要是这单黄了，我会死的。快关掉！陈默，你敢阴我？我只是把事实呈现给大家看。你不是说我用假订单骗你吗？大家看看，这到底是谁在骗人？视频还在继续播放，接下来是我在咖啡厅，王少光和高金花向我道歉的画面。陈哥，我错了，我道歉，我赔钱。王少，你不能不管我呀！那不是王氏集团的小王总吗？他怎么会跟这个女人混在一起，还给这位陈先生道歉？看来这个姓陈的年轻人不简单啊！
能让王少光都低头。高金花，这是怎么回事啊？那小子到底是谁？各位不好意思，让一个疯子打扰了大家的养心。至于这位高老板说的我克扣工人工钱用劣质饭菜，我想刚才大家品尝菜肴时的赞美就是最好的证明。我可以用我的人格担保，我们老实人饭庄的每一道菜用的都是最新鲜最顶级的食材，绝无半点虚假。各位来宾，此事是我方安保疏忽，惊扰了各位，我代表我们陈总向大家致以最诚挚的歉意。李秘书，你说的陈总到底是哪位啊？今天宴会的主人我们还没见到呢。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这位就是我们环球集团董事长之子，也是今晚宴会的主人陈总。他就是环球集团的太子爷，那个传说中一直在基层历练的神秘继承人。怪不得李大秘对他毕恭毕敬，怪不得王少光都要向他低头。原来如此，我们竟然和太子爷一起吃了顿饭，这厨子岂不是太子爷亲自选的？这面子可太大了。那几个纹身壮汉也傻眼了，他们上前抱住我的大腿。陈总，太子爷，我有眼不识泰山，是这个疯婆子骗我们的。他说您欠他钱，我们要是知道是您，给我们100个胆子也不敢来啊。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你是个穷鬼，你就是个臭打工的，怎么可能是陈总？都是假的。高金花，你不是一直想见陈总吗？现在我来了，你好像不太高兴啊。原来你就是陈总，我竟然把真正的财神爷亲手推开了，我真是个傻子，天底下最大的傻子。报警吧，敲诈勒索，寻衅滋事，够他们喝一壶了。是，陈总。警察很快赶到，将高金花和那几个纹身壮汉一并带走。我向宾客们再次致歉。可就在这时，张哥带着工人兄弟风风火火地闯进来。我们刚听说有地痞流氓来闹事，兄弟们抄着家伙就赶过来了。人在哪里？工人们的突然闯入，让原本恢复热闹的宴会厅再次安静下来。宾客们都用一种好奇又带点警惕的目光看着他们。我们是不是打扰到您了？我们听说有人找您麻烦，就赶紧过来了。所以敢欺负陈总，先问问我手里的家伙同不同意？我们都听说了，您就是环球集团的太子爷，但就算您不是太子爷，您也是对我们最好的陈经理，谁动您就是跟我们这些兄弟过不去。张哥，兄弟们，谢谢你们，心意我领了。不过事情已经解决了。陈经理，您真是太子爷啊！我们竟然跟着太子爷干了这么久的活。他们的反应没有丝毫的谄媚和畏惧，只有淳朴的惊讶和替我高兴。这和刚才那些宾客们的反应截然不同。不管我是谁，在工地上我就是你们的陈经理。来，都别站着了，李秘书家坐。今晚我请兄弟们吃大餐。好的，陈总。宴会厅里出现了奇特的一幕，一边是西装革履的商界大佬，另一边是穿着工服的建筑工人。他们同坐一堂，桌上摆着同样的顶级菜肴。起初还有些拘谨的工人们，在我的带动下也渐渐放开了。这洋酒咋一股涩味，还不如咱们的二锅头。老哥性情中人，来，我敬你一杯。原本泾渭分明的两个群体，在这奇妙的氛围中竟然开始交流起来。我看着这一幕，心里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去把石头的团队叫出来，让他们也一起吃。今天他们是最大的功臣。好的。可李秘书去没多久就匆匆跑了回来，脸色有些古怪。石头不见了，后厨只找到他留下的一张字条。陈总，谢谢您，我知道了您的身份，我只是个小厨子，不配继续接受您的帮助，大恩不言谢，来生再报，勿寻。看着字条上的内容，我气不打一处来。这小子怎么这么死脑筋？我帮他是因为他的人品，跟我的身份有什么关系？查案，马上给我查！机场、火车站、汽车站，所有的监控都给我调出来，我就不信他能插上翅膀飞了。是，陈总。岂料几天过去了，依旧没有找到石头。陈总，我们查了所有的交通枢纽，都没有石头的出入记录，银行卡、手机也都没有任何使用迹象，他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活生生的人怎么可能找不到？他有没有亲人朋友？老家在哪？他是个孤儿，从小在孤儿院长大，没什么朋友。我们去过他租的房子，也人去楼空了。线索就这么断了，我心里又气又担心。这傻小子身上没多少钱，会跑到哪里去？他不会想不开吧？相处的一幕幕画面在我脑海中闪过。我欣赏他的手艺，更欣赏他的踏实感恩和那份善良。我不能让他就这么消失了，给我继续找，扩大范围，去他可能去的城市，联系当地的关系网，发寻人启事，多少钱都无所谓，必须把人给我找到。就在李秘书准备离开时，我的手机响了，是张哥打来的。陈总，您快来工地一趟，有个天大的惊喜，关于石头的。什么惊喜？你找到他了？您来了就知道了，保证您意想不到。我立刻放下手头所有工作，火速赶往工地。我冲进工地食堂，可是食堂里只有张哥和一个穿着厨师服的陌生胖子。张哥，石头呢？陈总，您别急，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王大厨，以前在咱们市里最有名的5星级酒店金鼎轩当过行政总厨。陈总好。郑哥把我叫来就是为了给我介绍一个厨子，可这跟石头又有什么关系？郑哥，你到底想说什么？王大厨，把你的宝贝亮出来给陈总瞧瞧。他从保温箱里端出了一盆菜，而那道菜我只在石头的后厨见过。这道菜是谁教你做的？不瞒您说，陈总，这道菜不是我做的，是一个年轻人教我的。我做了30年菜，自问厨艺不错，但看到他吊的汤，
我才知道什么是天外有天。陈总，您猜那个年轻人是谁？是石头？没错，就是他。他说他不能接受您的帮助，但他想用自己的手艺报答您。他知道工地的兄弟们吃饭辛苦，就想找个靠谱的厨师来接替他的工作。他找到了我，说只要我愿意来工地食堂给兄弟们做饭，他就把他的独门绝技吊高汤的手艺交给我。吊高汤的手艺对于一个厨师来说，那就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是绝不外传的秘方。石头他竟然用这个来换取兄弟们能吃上好饭。我一开始不信，以为他是个骗子，可他当着我的面用最普通的鸡和猪骨吊出了比我用山珍海味吊的还要鲜美的清汤，我当场就跪下拜他为师了。那他现在人呢？王大厨说，石头教完他之后就背着个包走了，说要去云游四方，学习各地不同的菜系，磨练自己的厨艺。他说等他觉得自己配得上您的帮助时，他会回来的。他还给您留了封信。3年后，工地项目顺利结束后，我结束了基层的历练，回到了集团总部。父亲对我这段时间的表现还算满意，尤其是我处理高金花和王少光事件的手段，让他颇为赞赏。阿莫，你长大了，懂得用脑子而不是拳头解决问题了。王家那小子被他爸关了禁闭，王氏集团也因为这个丑闻股价跌了不少，算是给了他们一个教训。这都是他们咎由自取。事情办得不错，现在我给你安排了一个新任务。城南那边有一块地，我们和王氏集团都看上了，准备在那建一个大型的度假村，下周就要竞标了。这次的项目由你全权负责，记住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是你回归集团的第一站，也是董事会那帮老家伙对你的考验。明白。陈总，这次王氏集团负责项目的是王少光他叔叔王振华，这个人是只老狐狸，非常难对付。据说为了拿下这个项目，他们请来了一位国际顶级的规划设计师。什么来头？设计师叫安德鲁，在业界非常有名，尤其擅长打造融合自然景观的奢华度假村。他设计的作品几乎都能成为当地的地标。王氏请他出山，看来是势在必得。我看着设计图纸眉头紧锁，王氏的方案确实很强，安德鲁的设计理念非常超前，相比之下我们现有的方案就显得有些保守和中规中矩。我们的短板在哪里？主要是在配套的餐饮和娱乐体验上。度假村的核心是让人放松和享受。王氏方案里规划了米其林星级餐厅、温泉疗愈中心等等，而我们的方案在这一块非常薄弱。我的脑海里突然又浮现出石头的身影。如果石头在，一定能设计出最吸引人的美食体验。可惜，帮我联系一下国内所有知名的餐饮品牌和名厨，不管花多少钱，我要他们拿出最好的方案来。不过陈总，我刚收到一个消息，王氏集团那边也有大动作，他们宣布已经收购了一家新兴的餐饮连锁品牌，准备作为度假村的主打餐厅。什么品牌？叫山海间。陈总，这个山海间非常神秘，它就像是凭空冒出来的一样。半年前在南方一个美食小城开了第一家店，主打融合菜和私房菜，因为味道和意境都做到了极致，迅速火爆，全网一座难求。创始人是谁？查不到，工商注册信息显示法人是一家海外的投资公司，根本追查不到实际控制人，只知道这个品牌的灵魂人物是一个从不露面的神秘主厨。有人说他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宗师，也有人说他是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难道是石头吗？不可能，石头才离开多久？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做出这么大的事业？王氏集团是怎么搭上这条线的？据说王振华亲自飞过去，吃了3次闭门羹，第4次才见到那位主厨的一个代表。双方谈得很快，王氏以天价收购了山海间51%的股份，并承诺给予主厨完全的创作自由。城南那个项目已经是我的囊中之物了，我那个不成器的侄子输给了陈家小子，丢尽了我们王家的脸。这一次我要连本带利的讨回来。王总高明啊！哟，安德鲁又拿下了山海间这张王牌，环球集团这次是输定了。陈家那小子还是太年轻，以为有点小聪明就能在商场上横着走，我这次就要让他知道姜还是老的辣。让您放心，一切都按您的计划在进行。陈默那小子已经入局了，我们不仅要抢下城南的项目，还要让他为自己的自大付出惨痛的代价。记住你的承诺，我要的不是环球集团的失败，而是陈默的一无所有。明白明白。李秘书查到王振华和一个神秘人联系频繁，这个神秘人似乎对我们陈家，或者说对我有着极大的恨意。这个神秘人查到是谁了吗？还在查。不过陈总，关于山海间，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他们的菜品里有一道招牌汤，据食客描述和工地王大厨做的相差无几。难道说真的是石头吗？
陈总，种种迹象都表明，山海间的神秘主厨很有可能就是石头。这小子真是给了我一个天大的惊喜，他竟然跑到我的对家公司去了。可我实在想不通，以石头的性格，他怎么会和王振华那种老狐狸合作？陈总，现在怎么办？竞标会就在后天，王氏有了山海间的加持，我们的方案在餐饮配套上完全没有优势了。没有优势就创造优势。既然石头不来找我，那我就去找他。我没有通过官方渠道，而是直接来到了山海间的总店。我想亲眼看看石头到底把这里打造成了什么样。你在这等我，我一个人进去。我像普通客人一样排着队，等了足足2个小时，才终于轮到我。走进饭店里面，别有洞天，一步一景充满了中式美学的韵味。服务员把我引到一个靠窗的位置。先生您好，这是我们的菜单，您可以扫码点餐。我点了几道菜，包括那道开水白菜。当菜肴端上来的那一刻，我不得不承认，石头的天赋超出了我的想象。每一道菜，无论从摆盘、味道还是意境上，都堪称艺术品。麻烦你，我想见一下你们的主厨。不好意思，先生，他从不见客，这是规矩。你告诉他雇人沉默来访，想向他讨教一道工地上的红烧肉怎么做。服务员愣了一下，但还是转身走向了后厨。没过多久，一个熟悉的身影从后厨的门帘后走了出来。陈总，别来无恙。为什么是王氏集团？因为他们给的条件最好。是吗？给的条件最好？还是说你恨我？恨我让你觉得欠了我的人情，所以宁愿投靠我的对手，也要向我证明你不需要我的帮助？不是的，陈总，我从来没有恨过您。您对我的恩情，我这辈子都还不完。那你为什么这么做？你知不知道王氏集团是什么样的公司？王振华是什么样的人？你跟他们合作，无异于与虎谋皮。我知道。石头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他眼中的痛苦和挣扎让我觉得事情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陈总，您听一下这段录音，就什么都明白了。先生，您放心，我已经拿下了山海间。石头那个傻小子还真以为我是欣赏他的才华，他不知道我只是想利用他来对付陈默。很好，竞标会上，我要你当着所有人的面揭穿石头就是陈默以前那个工地上做饭的厨子，让他和陈默一起成为整个行业的笑柄。他们想让你在竞标会上反戈一击。我离开您之后，确实想闯出一番事业。机缘巧合下，我的手艺得到了一些美食家的认可，创立了山海间。没想到很快就被王振华盯上了。我本来不想答应，但他用我以前待过的孤儿院威胁我，我没办法。原来如此，我就知道他根本不是忘恩负义的人。但我留了一手，在签合同时我加入。很快到了竞标会的那天，我和王振华隔着几米对视，他向我投来一个挑衅和必胜的眼神，我则平静地回望他。各位来宾，各位评委，下午好！备受瞩目的城南度假村项目竞标会现在正式开始。首先有请王氏集团的代表王振华先生上台阐述他们的方案。各位，顶级的设计自然要配上顶级的体验。为了给我们的客户带来独一无二的美食享受，我们王氏集团不惜重金收购了火爆全网的餐饮品牌山海间。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的将山海间的创始人那位神秘主厨请到了现场，有请我们的天才主厨石头大师。在所有人的期待中，石头缓缓走上台，王振华得意地看着我，眼神里满是你输定了的讯息。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也顺便说说你为什么会选择我们王氏集团。大家好，我叫石头，我不是什么大师，我只是一名厨师。石头大师太谦虚了，快告诉大家你的传奇经历吧。在创立山海间之前，我确实有过一段传奇的经历。我曾在一家叫富贵饭庄的饭店当学徒，后来我在一个建筑工地的食堂里为100多位工人兄弟做过饭。我之所以选择王氏集团，不是因为他们欣赏我的才华，而是因为他们的王总用我曾经长大的孤儿院来威胁我，胁迫我与他们合作。他们收购我的目的就是想在今天当众羞辱我，从而达到打压我的恩人环球集团陈默先生的目的。你胡说八道！我什么时候威胁过你？大家不要信他，他疯了。我是不是胡说？大家听一听就知道了。石头那个傻小子还真以为我是欣赏他的才华。我要你当着所有人的面揭穿他，让他和陈默一起成为整个行业的笑柄。王振华的商业生涯在这一刻画上了句号，这个丑闻足以让王氏集团的股价跌，让他本人被董事会扫地出门。各位，事实已经很清楚了，我环球集团从来不屑于用这种卑劣的手段去竞争，但是对于我们的朋友，也绝不允许任何人欺辱。我转向石头，拍了拍他的肩膀。石头，从今天起，山海间正式与王氏集团解约，我代表环球集团以双倍的价格入股山海间，并为你成立一个独立的美食品牌事业部，由你全权负责，你愿意吗？我愿意。这场竞标会的结果已经毫无悬念，王氏集团名誉扫地，灰溜溜地退出了竞争，而我和石头的故事反而成了一段佳话。我绝不会就这么算了，起到最终方案。既然不能让他身败名裂，那就让他从这个世界上消失。3个月后，城南的项目正式启动，山海间也成了炙手可热的高端餐饮品牌，一切都走上了正轨。这汤不错，你这朋友是有点真本事。那是自然。阿莫，
你这次做得很好，不仅拿下了项目，还收获了一个得力干将。最重要的是，你向董事会证明了你的眼光和魄力。但是什么？那个神秘人我已经查到了。我心中一紧，这几个月我也一直在追查，但对方隐藏的太深，毫无头绪。他不是外人，他是你大伯的私生子，你那个从未被承认过的堂哥。你大伯当年因为商业斗争失败郁郁而终，他把这笔账全都算在了我们头上。那他现在人呢？王室倒台后，他就逃去了国外，他名下的资产已经被我们冻结，这辈子他都翻不了身了。商业上的事就用商业的手段解决，他输了就得认。是他，竟然狗急跳墙，想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报复。李秘书飞身一脚，踢飞了那人手中的刀。我和父亲将那个疯狂的刺客制服在。陈总，谢谢您，又救了我一次。我们是朋友，还有你现在可是我们集团的摇钱树，我肯定舍不得你出事。陈总，我以前总觉得自己配不上您的帮助，现在我明白了，真正的强大不是拒绝帮助，而是拥有接受帮助的底气和与朋友并肩作战的勇气。你能明白就好，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们一起走。忘恩负义者终将坠入深渊，而心怀感恩、努力生活的人，也终将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